你好。求美之路任重道远，有的人呢通过做梦变美，有的人呢通过修图变美，还有的人通过化妆变美，也有的人通过手术变美。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位求美者从2020年11月到2022年1月这1年3个月的求美过程。先说一下背景资料。这位30到40后的患者呢，是10多年前开始在中国北京和日本其他的美容整形医院相继做过隆鼻手术、耳软骨垫鼻头手术和双眼皮全切手术等。2020年1月呢，在我们日本贝利特美容整形医院找福田庆三医生，为他实施鼻子的修复手术。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呢，他做了眉间鼻梁一体定制假体手术、鼻中隔延长手术、鼻基底定制硅胶假体垫高，也就是贵族手术，还有鼻头修复手术以及骨树脂垫高额头这一个手术。接着在2021年1月份又做了前额颈部拉皮和鼻翼缩小的手术。随后呢，在2021年8月份又做了下眼睑下至手术，也就是无辜眼手术和下眼睑脱脂手术。鼻子一直是我的烦恼。8年前，我已经做了第3次的鼻子修复手术，但是看我的鼻子，形状很奇怪，没有和谐感，经常被人嘲笑。我去了很多医院看过，咨询的时候，只有福田医生通过看 CT 的照片，他告诉我，鼻子里是 L 型的硅胶假体。他分析得很到位，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将是我第4次做鼻子的修复手术，医生需要有绝对高的技术。这以前许多医院都拒绝我了。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部也松弛下垂了。我也希望通过拉皮手术、眼睛手术，把自己变得更加年轻。今天的这位患者希望修复鼻子和面部的年轻化，即额头、眼睛、鼻子、嘴唇拉皮手术。只做一个项目，面部的表情就会有改变。分开做的话，可以一边确认前续手术的效果，一边调整后续手术的方案，从而最终获得满意的术后效果。实施手术项目的前后顺序也很重要，需要共同制定出可行性计划。今天我们把这位患者前后共实施了3次手术的经过，给大家一个详尽的介绍。今天的这位患者原来自中国，他曾经在中国做了3次手术，在日本做了1次手术。我看了照片以后，感觉确实有整过的迹象。我们先听听他本人的愿望吧，至少也要变得自然一些吧。你以前做过哪些手术？做了好几次吧，比如说双眼皮、鼻子，还有嘴唇注射、下巴假体、全切双眼皮。鼻子呢？鼻梁假体 L 型。第1次和第2次的手术应该是 I 型假体，第3次的手术应该是 L 型假体。
鼻头垫软骨了吧？为何做了这么多次呢？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都是几十年前，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技术也有局限，像这样的模拟和 CT 数据都没有。主刀医生也就是大致的了解了形状，没有特别细致的考虑到整体的协调。像这个样子吗？这个位置 C 和 D 的中间吧。是的，直线鼻梁 C 和 D 之间，或者 D 吧。侧面看像猪的鼻子哦。是吗？看上去像猪鼻子吗？这是鼻翼的原因吧？鼻翼太厚。是的。你是希望这样吧？就是朝这个方向。为了看上去不那么上翘，鼻小柱的部分应该往前拉吧。有这么多够了吧？正是这样的。看镜子，现在鼻翼和鼻小柱的位置关系是正三角，要变成这样倒三角吧。但是再怎么努力做，拉到这里是极限。鼻翼这个位置皮肤很厚下垂了，最终咱们期望变成这样。鼻小柱当然要下拉，但是会有极限。下次再把鼻翼上提，把这个部分变轻快。好的。这个拐点与额头的高度有关系吧？是的，要尽量垫得高吧。你的模特拐点不是太明显。是的。明白了。8毫米到9毫米。这个上面再多加一点，这样就与模特儿接近。是这样的。这次手术先把额头垫高，上嘴唇这个部位往前拉，鼻头不仅要往前，还要往下拉，像这个样子。是的。侧面看是这样的。眉间厚度8毫米，额头中央厚度9毫米，像这样竖起来看，这是平的。眉骨没有那么突出。如果眉骨凸出来的话，很男性化吧？是这样，这是鼻梁假体的模子，要送到工厂去加工成硅胶假体。这条红线在两眼之间，保证上下的假体吻合衔接。我们提前做了2个模子，这是其中一个，细长的。另外一个呢，比现在看上去要粗一些。估计你的希望是这个吧？好的，要粗一些的假体。这次鼻头并不往前翘得很多，但这个位置要垫高，是吧？是这样子，正好也让法令纹变得不明显。外侧像这样，这是鼻基底假体的模子。鼻子的形状改善了，法令纹变浅了，额头变饱满了，鼻梁和眉间部位都变高了，侧脸的和谐感增强了。但是鼻翼和面部还是下垂的印象。鼻头按你的希望没有做得很翘，
但变长变高了，鼻梁整体也变高了，还有鼻基底也变好看了。是的，全部上方变成这样了。是的，鼻翼下方垫高了。额头的轮廓是这样的，非常喜欢。可爱温和的感觉，也变得年轻了。是的，托您的福。做完这第一次手术后，咱们找一下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和继续要改进的地方吧。是的，我要变得更加年轻。面部下垂，对，这个下颌部位和面颊部位，鼻子变好看了，但是这个位置显得鼓了出来，显得老态，想做拉皮手术。鼻翼呢很大，而且下垂，鼻小柱刚延长了，鼻翼不需要太往上移动，但是变小一些为好。是的，这样鼻子会变得更轻快的。这样太凶了吧？不能太凶，要有痊愈感。上面要变窄，鼻翼也不能上拉得太多吧？这就交给您判断吧。好的，这个位置要切小的。蓝色是现在的鼻翼，点红线是切口，将红蓝线之间的鼻翼切除，提升，缝合。前面这个位置也要提升。是这样吗？是的，全面提升。喜欢这样两侧提升的效果，还是喜欢中央加两侧的提升效果呢？喜欢这样的。闭上眼睛一下，哦，还是可以闭上的。再看看面部的下垂状况，使劲张嘴。好的，闭上嘴，像这个样子，不能再往上翘吗？你想要这个样子？是的，完全没有法令纹。那眼睛就是这样的。我讨厌颊部这么多的肉。是的，可以抽脂吗？抽脂比较好。面部要提升到极限。根据第一次手术后的效果，第二次手术决定实施鼻翼缩小和面部拉皮手术。考虑好与已经延长的鼻小柱的平衡，切除部分鼻翼。面部拉皮，为了疤痕看得不明显，在发际线切口，在这个范围内剥离内部，在额头和眼睛部位将眼轮匝肌提升并固定。提升嘴角的材料使用颞肌的筋膜。提起嘴角，固定缝合。在颊部将 SMAS 筋膜提升固定。抽除颊部和嘴周围的脂肪。提升后，将剩余的皮肤切除。缝合完成。早上好。早，福田医生。
还是很肿胀的啊。是的，但是做了就是好。现在虽然很肿，但是比以前小了一圈。哦，还会更小的。咱们再看看眼睛，上次做完额头以后，有了混血风。如果眼睛再变成全域眼就更好了。可是做了这第2次手术以后，眼睛上挑成丹凤眼了吧？是的，眼尾比原来更上挑了。咱们再看恢复的状况吧。哦，我今天带来了面包圈。真的吗？不好意思，第2次手术时间太长了，都进行到了半夜。非常不好意思。你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的。请大家不要客气吃啊。谢谢。我应该说感谢的。肿胀，再消失一些就好了。是的，但是即使是这样肿的脸，在与家人通过微信视频的时候，问我最近是否变瘦了。说你变瘦了？真的，还劝我不要再减肥了。我没有跟他们说我做拉皮手术哦，他们都说是我减肥的结果。真的？还有法令纹也没了。确实是，看来很顺利，目前恢复得不错。是的，眼睛也在恢复中。颧骨的地方是不是还是很肿啊？和以前的相片相比，肿胀的位置是这个位置，下颌部位提升上去了，相对的颧骨的地方就显得大了，这个部位都提上去了，所以肌肉都聚集在这里。你感到有一些宽，这个地方我们也为你抽脂了，所以比术前更宽是一个错觉，最终结果应该比术前还要小的。好的，放心了。咱们看看第1次手术后的额头和鼻子，希望这次鼻翼手术后的切口也愈合得顺利，下巴也变得形状了吧？是的，下颌角的轮廓线也出来了。下巴的抽脂效果应该慢慢会展现的。非常感谢。颧骨到下巴的轮廓更加明显，有了小脸的效果。面部下垂和法令纹得到了改善，鼻翼变小了。面颊部和嘴唇部有收紧提升的效果，下边的赘肉消失了，侧面轮廓完美。福丁医生，早上好。早上好。比以前又消肿了很多。越来越好了哦。是的，非常感谢。咱们离你的预期目标越来越近了吧？只剩下眼睛了。我还是想做外眼角切开和下眼睑下至手术，并且一起做。让我看看外眼角。上次您说我不需要做外眼角切开。下眼睑下至会有效果的，至于外眼角切开呢？上次您说等恢复好了再看一看。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应该是做这个吧。这个下眼睑下至一定会出效果的。你看，这样眼睛不是放大了吗？那外眼角切开呢？效果不是很大，还是先做眼睑下至吧。明知术后没有效果，还要花钱，不明智吧？让我再看一看做外眼角的话。相隔得太远吗？非要做的话，会有眼尾与眼球不是一体的感觉，一看就是做出来的，还是只做下眼睑下至吧。像这样，你全鱼眼对眼睛一定有放大的效果的。
放大眼睛下部的手术有2种，外眼角切开和下眼睑下至。横向拉眼尾，如果暴露出粉色的结膜的话，这就是外眼角所能开到的最大的极限。咱们可以自己用手做一下，像这样把外眼角的皮肤向外侧拉。如果刚一拉就可以看到粉红色结膜的话，说明手术效果不大，最好不要做。下眼睑下至是将下眼睑皮肤下拉，从而暴露出更多黑眼球的手术。平时戴美瞳的患者，我们会按照美瞳的尺寸为你设计，所以请带着美瞳来医院。我们在你的下眼睑处用棉棒为你做出这3种弧度，根据你的喜好和效果来决定最终采用哪种类型。类型1是瞳孔的正中央的垂直线和下眼睑线的交点是下拉的最低点，虽然不算是全愈眼，但是有增大眼睛的效果。类型2是黑眼珠的外侧的垂直线是下眼睑线的最低点，有全愈眼和放大眼睛的效果。类型3是黑眼珠外侧和外眼角的中点处的垂直线是下眼睑线的最低点，这是3种类型中最有全愈眼、无辜眼的类型。切口在下眼睑睫毛处，恢复好以后不明显。当然也可以从结膜内侧切口，虽然切口看不到，但是肿胀的时间会更长，因为术后肿胀容易产生下拉的太多的感觉，肿胀消失以后又回缩了，不容易预测术后的最终效果。从睫毛处切的话，肿胀就会很少。法令纹消失了，脸变小了，好像成为一对母女。鼻翼的形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鼻梁、鼻头变得更加端庄。额头变得饱满圆润，有立体感。面颊和眼睛的疲劳感消失，年轻可爱的时代再度轮回。我们可以看到，患者术前和术后的表情完全不同。你好，福林医生，非常感谢。刚才看照片了，鼻头终于变得正常了。确实，你看这个对比照，变好看了。看来是要花半年到1年时间做一系列的手术啊，特别是你以前做过很多的手术，这次你的身体也配合得很好。终于鼻子变得细长美丽了。
是的，鼻梁很直，从侧面看得很清楚，很漂亮。从侧面45度看，原来确实没有立体感。但是，你觉得是被整过的吗？非常自然。反而是从不自然变得自然了。原来的鼻子整体不和谐，鼻头和2个鼻翼的关系从正三角变成了倒三角，实际上是恢复到了自然的状态吧。再看看拉皮的效果，变紧致了，脸也变小了，确实如此，真的是返老还童了，嘴角提升了，看上去变小了，也是拉皮的一个效果。眼睛比以前也大了，眼神也变温柔了。下眼睑下至只是下拉了一点，但是术后效果却很明显。是的，对眼睛的放大起了关键的作用。面部的轮廓线变明显了，重返青春了。原来的脸看上去很累，颧骨下的肉很下垂。通过咱们的贵族手术，将此部分堆积上去，再叠加拉皮手术的提拉和抽脂手术的效果，下垂得到了改善。法令纹原来很深，是的，显得很老，很疲惫，现在消失了。经过1年3个月的培训，今天终于可以毕业了。福田医生，这1年3个月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手术，你是怎么跟这位患者一起走过这一段道路的？先说说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手术？他要求很多的手术，他要求的很多的变化。他的脸色需要变漂亮了，然后立体的感觉。还要他变化很眼睛。做眼睛的手术和变好看的手术不同意。不能同时做。很多的手术一起做，我觉得危险。好，这样第一次你为他做了这么多手术，然后呢，他又为什么觉得还要继续做手术？我们知道你要很多的手术，所以我们计划分开做。就是第1次和第2次手术实际上是事先已经计划好的。做完第2次手术以后，我觉得患者已经长得很漂亮了，为什么他还要做第3次手术？做这个手术？第3次手术，他喜欢他的眼睛看得变大。变大。拉皮手术给他很大的浮肿。如果我一起做眼睛的手术，眼睛的浮肿很厉害，所以我决定分开做。好，做完以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录像照片，本人变化很大，而且我觉得性格其实第2手术后要求我变他的眼睛当混眼的，但是他喜欢下垂，再下垂，挺不容易的。还有您做了一项手术，我们在这没有公布，就是把眼睛放大的手术。这是新的理论。咱们稍微透露一下吧，就把这个骨头就是打碎，这样的话呢，就显得眼睛就放大出来了。这是福田医生现在已经开发并已经实践的一个新手术。是的。好。还有一个手术，也是福田医生开发的。这个手术我觉得特别值得做。
永远是微笑唇。口角提升，是口角提升的手术，现在有几种的手术方法。切这里，或者切除皮肤，用睫毛是还有一个方法，不知道哪个最好。我觉得根据患者反应，起码切的手术这地方没有疤啊，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皮肤会往下坠的，所以说这个口角还会是下垂的。但是您做的这个通过内部从筋膜拉的话，应该是永久的，因为肌肉不会退缩的、萎缩的，皮肤也不松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要看看这个，当初咱们见到他的时候，最初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他的鼻的或者鼻子的坏形状，鼻子不好看，太不好看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格也不好呀。我也是，我见到这位患者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位患者看上去挺凶的，很不好接触。人怎么看？看他影响性格什么样？就是看脸，能看出你的性格来。开始我也是觉得很可怕的。其实他的性格很好。性格很好，但是在脸上我们错觉了。看脸看不出性格来。我记得患者每年情人节都送给你好多礼物，每年情人节2月14号都送给你礼物，已经2-3年了。最后一次患者来医院的时候，跟您告别了，他要回中国了，他怎么跟您说的？他感谢我们的工作。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我呢，虽然没有跟这位患者亲自见过面，但是从他的这种过程的心路上来看，我觉得走过了一段很不容易的岁月，但是还好，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把它变美，把他的性格变好，我觉得也很感动。感谢傅林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